我说一个那个案例好不好？就拿卖咖啡的那种商店来说，一个顾客从第一秒钟走进那个店铺，其实他都是已经在设计当中了。他要经过哪些柜台？他排队是竖着排还是横着排？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客户缓解他等待中的烦躁感？其实都是要在这个动线里面设计出来的。对，所以你看着好像是说，哎呀，不就是走进来坐嘛。吃嘛就好了，但是其实这里面的动线有非常多的背后逻辑在里面。那现在我们的分组的方式，我来说一下。新城的那个组的这个内容我们在推进，所以我们请那个小组的成员起立。我希望在未来接下来的这个合作的过程中，你们能够去穿插去进行赋能。第一个就是由我们2位获得金牌的，也就是我们的浩宇和我们的俊逸，你们选择同学去成为我们的这个选组。呼呼，戳戳，当队长了，戳戳，翻身，哇！恭喜你的戳戳，对，养成系，入股不亏。蔡丁壳吗？蔡丁壳。焦老师。专业对口。我随你，你先选。我觉得我选谁都能赢。小明哥跟你年轻时候像吗？新城，准备好拿金牌。下一个你先选吧。下一个我先选，那我选小猪。啊，那李老师，老李。哟，那我选萌萌。我跟你吧。好。哇，小明哥呢？你觉得谁是选的最聪明的？我觉得下面这个队更强一点。小明哥，你这个护犊子太明显了。首先就觉得，第一，他们俩组合本来就很强；第二，朱顺杰也是曾经学过这个工商管理的、酒店管理的，浩宇又比较能说。那个司俊逸其实稍微有点弱，我觉得司俊逸又陷入了上一期跟萌萌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组员其实都还挺强的，而且他本身又没有体现出一种领导力的感觉。但是司俊逸很聪明的选了唯一一个专业最对口的。是，他第一个就交换了，对他第一个就先选他了。哦，这个我要讲一讲，就是我觉得这个设计这件事情还是真的是理性思维，所以我真觉得说上面一组有2个，一方面是专业，然后音乐的逻辑能力又很强。哎，我们想看的音乐和老李在一组，这成型了。音乐和老李在一组了，来了，看看谁更强。但我觉得第2组会非常和谐，现在矛盾在第1组，感觉是对。那没有问题，你们就可以接下来去白云南。好。可以。焕文。对，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果是在那个后厨操作的人员的这个视角，我们怎么能够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资源可以提供我们去了解的？可以啊，我可以给到那个我们那个不有个群吗？群里面那个健健，他是我们的营运的这个负责人，对后厨很懂，你们可以去问他。好的 ，OK。整理一下一个思路，然后明天去汇报就好了。老李，就由你们俩来汇报吧。我就一句话，我说下面有我的组员们，给大家汇报一下。李老板的情绪调节确实是厉害了，就是打不倒，绝对打不倒。可以来一个这样的。就焦老师汇报就可以了。来，我跟你们讲一下，开始了。讲一下。就是呢，一般服务设计有一个叫服务设计、服务体验蓝图这个东西，综合上面会有，就是顾客就是这条线串下来 ，right？ 然后呢，就还有服务员，然后呢，基本上是先搞定服务员跟他要怎么互动 ，OK， 在每一步发生的时候，服务员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那这里还会有一条线，这条线叫做可视线，所有后面发生的，就比如说后厨深处的顾客根本都看不见的东西，就在可视线以后，比如他下了单。然后后面要做饭，但他看不见，然后服务员再把他送出来给他，就是一个小段的流程，但是就是要梳理出来。OK。但是呢，一般前台这个问题只能解决说，让顾客感受更好这个事情。OK。后台这边是提升效率的。那我们等会主要考察什么地方呢？对，就是等一下是这样子，基本上我们要在那个环境里边去假想，我们可以角色扮演一下。偷听啊！再偷听吧，偷听情报，太明显的是偷听了吧？太远了吧？从整个
进店，然后洗手啊等等这个流程走一遍。 OK。我有个提议哦，我有个提议哦，我们等会看完那家店，我们去别的一家老乡鸡吃一个，然后写一个什么？可以啊，可以啊 ，vlog 还有探店点评。被架空了，这个楚楚啊！我已经饿了，救命！我也是。我们两个好像猪啊，一天。是他，是你像，他就是猪，人家就是猪，是你比较像。我就不应该和他做。别看上，别说。太可爱了。我那天化妆睡着了，我的理发师这样。萌萌一下子气氛都不一样。对。萌萌没有压力，她不适合当领导。那个，走吧。这个好好看，我要喝这个。这个是农夫山泉推出的天然雪霜矿泉水长白雪，它不仅颜值高，而且口感清冽，一猜你就会喜欢。我们有焦老师，那像是你的包怎么办？哎，我们都放后面吧。帮我也放一下呗。好的。现在来到我们的白衣兰的旗舰店，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在这里走一遍，哪些空间是可以给到大家去发挥的。OK， 好。总共餐厅里面有10个电子菜品屏，核心就是怎么去凸显出我们的核心产品以及我们的核心价值。地下的这里，这是3个自助收银机。那么自助收银机完了以后呢，后面那个门呢，这个门呢是进到后厨的门。这些空旷的地方都是摆放桌椅板凳的嘛。那么这里面哈可以大家放绿植做隔断。另外一个，所有的关于墙壁上面的这些 LED 屏也是可以用来设计的。在这个餐厅里面有3个半柱子，对于这3个柱子的利用，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怎么去利用起来，好吧？工作量大的。就是我们完整走一遍这个流程，然后呢，你们可以，先由你当一个人过来用餐的顾客，然后他扮演服务员，然后我们就走一个全流程，然后我们2个来观察，然后发现所有问题就一点一点记住。它这个整体的门对吧？它如果那个外卖要拿的话，它一定得开过去，就会出现一个排队问题。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门是往里拉的，就其实很不方便。菜盘怎么会放在下面呢？它这里明显设计是放餐盘的。好，这点肯定不够放。这样吗？然后墙上面如果是有一些 image， 会不会好一些？这边完全是焦凡文在主导了。哎，所以当音乐相信你的专业的时候，音乐还是很听他的这些安排，比较虚心，他会请教。对，就他信你，他先信服你了。来锅鸡汤啊？这是那个吧，砂锅。对。来匀一匀，哎，晃一下，过一下水，然后呢，这个得倒。哎，这就不专业，都是一个手倒的，我跟你讲。手部力量不够。可以。然后你们饿了吗？你们要吃饭吗？走吧，我们去那个旁边有一家。哇哦，就在这附近的。你们要回家了吗？我们要去吃饭。去哪儿？我们要去老乡鸡吃饭。就是回那边，就是那个办公室那边吃饭。好，你们介意跟我一起吃吗？不介意啊，他们不介意，去啊，你去啊，你快去。我们其实有点介意。哎呦，挺好的，很直接。好吧，我们去别的店吧，我们俩去别的店。可以了，有原则。那我们一组得一起走啊。我们先走。拜拜。来，我们先拍这段开始的开餐店吗？对，我们开一段开头。好的。哎呦，不错。我们今天要去吃老乡鸡，那 you know what's good？ 能不能那么快？能不能捡到啊？我懂他要什么感觉。然后下后面的时候，然后这样，拉开，哎呦，这气场太重要了！你看这4个人合在一起多和谐。哎，我们现在来到了老乡鸡，那我们就进去吧。话不多说，话不多说，好有一套啊！好，大家上镜头了啊！好，那么现在看到我们帅气的
几位小伙伴，还有美丽的小伙伴正在对产品进行一个拿。对产品进行一个拿，好演讲范儿啊！我是高质量男性在此。他总是给予自己充分的肯定。这一集画文的作用好大哦，毕竟是他自己本专业。现在应该是这么多问题，然后好，那我们走吧。感觉这两个队长都在让别人主导这个事情。服务设计我已经感觉快研究差不多了，对吧？一会儿你也看一下那个服务设计，你看完之后会很有思路的。我现在是非常有思路了。他买了本书看是吗？喝碗绿豆汤解解暑。好喝啊！一碗普普通通的绿豆汤都能做得这么好喝，那是再简单的事也要用心去做。比如这碗汤，我就用了农夫山泉。农夫山泉含有天然矿物元素，适合长期饮用。喝的每一滴水都不能将就哦。在外面忙了一天，在家还能喝到用心好汤，真是好水煲好汤，好水好生活呀。是这样的，就是刚看了一下，他说分成两个，一个叫关键人物地图和用户体验地图。Yeah， 就是关键人物地图是我们把关键人物列出来，然后想象他会面对的哪些情况，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调整，然后我们再根据那个用户体验地图，我们再一起过那个触点。可以，那我们先过，看一下啊，过那个关键角色地图吧。好，边学边讲，现学现用。你就给他一个金牌，这感觉给5个一样，真的。正经了起来，口香糖也不吃了。你们怎么看待他们这种现学现用？有些东西还真是要看天赋的。他学3个小时，可能真比你学3年用的还灵活。现学现用也是个能力。对，这个真的是分人的。我觉得我的天赋就是抗压能力比较强，也就是脸皮厚，这也是被磨出来的。就是我想要实现梦想，我必须要具备脸皮厚啊！不管你说什么，反正我知道我改，然后你越说我越兴奋，我越觉得我就非得做到你要说我做不到的那个。我小时候当演员之前，我有一个同班同学跟我打赌，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高中同学，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其实我那会儿都不知道什么是搞电影学。我班有个女同学就跟我说小明，我给你打赌，说你肯定考不上。哎，我那会儿就不服气了。我说我虽然对自己没啥信心，但是你凭什么说我考不上？不行，我还非得试试看了。结果我就真的就考上了。那我快想个点吧。就这个是服务体验蓝图，就是说每一个步骤，这个人都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再对应的发现造成的点，然后有没有提升的地方。这上面是我们这些一些概念，那这个它是用来收集大家基于这些概念的一个意见，然后最后会形成这么一个东西。这回2个团队合作氛围挺好的啊。第2次都比较认真了，但感觉另外一座好像把宝都压在焦老师身上了，就大家完全的相信他，因为他是这个专业的。对，你没发现音乐的这个组好乖吗？他们是几个人集思广益嘛，所以我觉得也许不一定比都听一个人差，因为像上一次其实就是他们一直碰撞，可能会更好嘛。西凯呢？你觉得大家现在对于焦老师的这种全压在他身上，他后面会翻车吗？其实比起焦老师，我倒是更会关心一下戳戳，因为戳戳我很害怕他浪翻车，就是浪翻车。其实，这个戳戳，我觉得应该是在之前不是跟星辰一起合作了嘛，所以他还蛮相信这个星辰，蛮有默契和对萌萌的能力的，所以其实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放任自己的队员去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们今天是内部先过一下这个部分啊。这个会呢，我也请了2个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些赋能。那赵婷大家应该也都认识，是我们整个新餐饮的这个部分，他对于整个菜单服务体验还是非常有经验的。那健健就是运营这一块。那谁准备好了，谁就是第一个。行，那我第一个吧。那我今天给大家呈现一下白玉兰旗舰店服务体验升级的方案。我们昨天去了一家现有的老乡鸡门店做了一个调研，然后我们拍了一段小小的视频，可以分享一下。哎呦 ，What's up？ 我们今天要去吃老乡鸡，那 You know what's good？ 哎，我们现在来转场，无缝，那我们就进去吧，话不多说。好，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帅气的几位小伙伴，还有美丽的小伙伴，现在对餐品进行一个拿，对餐品进行一个拿。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探店历程，喜欢的记得点赞、分享、关注。See you， 谢谢。谢谢。这领导笑了。这个是比较轻松的一个部分，然后轻松的一个部分之后呢，我们可以谈一下我们经过昨天去白玉兰旗舰店观察发现的一些问题。那么我先讲一下在前厅问一些问题。首先，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们收银区域的动线会比较混乱，就是我们收银的那个队伍跟我们服务员收盘子的那个动线是有重合的。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自助台的位置不够明确。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外卖台会被挡住，会被那个排队的队伍挡住。其实我们列了很多问题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关于某一个菜它会卡住，所以说我们就想到了第一个解决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号码餐牌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欠了顾客一道鸡汤，我们可以把这个号码牌给这个顾客，然后在厨房那一端我们会设计几个格子的卡槽，那么卡槽可以对应几个我们经常会欠的菜，然后它可以把对应的号码牌放到这个盒子里面，收银的服务员去定期检查卡槽的情况，以保证流转我们的效率。然后我现在可以请朱顺杰来介绍一下他关于后厨的一些看法。好的。昨天就是进后厨走了一圈嘛，我觉得几个主要明显的问题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烫菜的档口，我发现它没有一个蔬菜的储存区，然后在砂锅这边距离的比较远，因为它这边一共有8个砂锅口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增设一些就是砂锅食材的储存。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在针对于昨天白玉兰需要改进的几点，进行一个我们的初步想法和一个改进方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墙面现在就是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工业风的，不太有利于人的食欲。颜色很重要，可以激发食欲的颜色其实是一些明亮的颜色，比如说绿色、黄色之类的。就是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海报，介绍一些我们用的食材，给顾客传达到一个健康、绿色的理念。下一个，我们请邓萌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店内绿植摆放的那个方案。萌萌加油啊！这2个柱子的设计，柱子的表面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凿一个小凹槽，我们可以放一点水和青苔这样的东西上去，因为第一青苔非常好打理，你每天加一点点水，它就可以自己去长。然后因为这个柱子，我们考虑到说，我们是想要在柱子上加一个标示，就是给到你一个明确的指示，我们要干嘛，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就选了说，像这种比较原始的或者比较木质一点这样一个明确的指示牌。柱子可以包装上树皮，装扮成大树的样子。然后这是第一个方案，第2个方案是浩宇的方案。浩宇觉得说，其实我们就可以简单粗暴的，就是你来讲，不好意思。然后我的想法是，主要是针对这边长一点的7个品，因为我们老说健康好吃，其实大家是感受不到的。我觉得视频的冲击力是非常强的。说实话，我刚吃完饭，我看这个视频又有点饿了。另外一个其实也是为了凸显老乡鸡的一个这种怎么说呢高级感吧。我们毕竟是一家旗舰店，对，烘托店里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啊。OK。然后以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白玉兰旗舰店服务体验升级方案的呈现。然后谢谢大家。自己觉得不错，感觉导师不大满意，脸上没有微笑。
就是我觉得你们是在针对白玉兰现在的一个现状，尤其是硬软装的部分，进行一个整改，对吧？你们是在做一个痛点整改，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建体验是什么？新建体验，对，你们缺失在一个新建体验关键的 KPI 上面，缺少一些创建新体验的一个点，可以说是零这样的一个状态。老师们好像不是特别满意啊。现在好多装修已经有点成型了，其实他们能改的比较少，给他们的空间不大。我这边是给出的是70分。其实今天你们刚才这个呈现呢，一开始到结束之后，都平平淡淡的，就是感觉你只满足了我的功能价值，但是情感价值没有。我明白。体验设计它应该有2个，它是把一个餐厅的功能价值升华到或者说升级到一个情感的价值链接上面。最终我们还是想把顾客这种用餐体验达到一定峰值之后，他会去分享裂变，去会做持续的激活和传播。点了一下，他点醒了。打分的话，我打75分。我觉得他们刚刚做的那个方案哦，就是现学现卖的一个错误的示范。就是现学现卖，你意味着就是有风险的。你现学现卖，你好像哎，我懂了，我可以来做这个东西了。但是实际落到专业层面上看来，就是哎，还是真不行。其实我反而倒会建议说，如果现学现卖，再加上你直接去求助，直接问大佬哦，我该做什么。那就到这儿，也谢谢你们抽出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个回馈。OK， 好，谢谢啊，谢谢。那个，你们电脑要不要带着？谢谢。其实我们2个老总还是很顾及到新人的这个感受，我觉得你们这个方案只能得40分。服务设计它是一种设计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人与人之间一起去创造或者改善我们服务的一种体验，而不是我只是用一些绿植，我用一些宣传品。所有的设计是基于顾客，我们要把自己去还原成我们一个顾客去做这件事情，追踪我们的整个体验流程，它的整个闭环所有的触点。我非常认同，庞老师给我们这个40分，因为我们做了一半都不到，因为我发现我只把它这些点连成一条线。用户体验设计最基本的一个思路就是关键人物地图和用户体验地图，但其实我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面来考虑。产品思维很大一块东西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我昨天就完全没有往这边去想，所以我现在突然刚刚就恍然大悟，知道，对，我大概知道下面会该怎么做了。他不一样了，对他没有向外归因，哎，他觉得我们确实做的不好。我没必要 care 别人是不是什么，不是这样的逻辑。当了队长太不一样了。年轻人还是需要鼓励的。鼓励。初初这个点的转变太大了。我很好奇，我们这么多人里面是需要鼓励的人多，还是喜欢鞭策的人多？鼓励的举手。我是喜欢鞭策的，被鞭策的人。就我是那种我特别不爱听别人说我不好，所以我就自己心里特别有数。在你骂我之前，我已经知道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所以我这种人就你不用说，在我做错那一刻，我已经把我自己知道了，已经否定过了，不需要你再说。而且我是那种你夸我一句，我不一定会信的，因为我觉得啊，可能大家爱面子啊，大家可能啊，对吧？小女孩比较照顾你，但是别人骂我一句，我可能真的是觉得我特别得听进去，所以我就是那种，就是很心有点重的那种人。我觉得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但是我对我儿子很严肃的。我每天都会翻很多的这个关于育儿的一些事情，放纵他们的思维，但是不代表放纵他们的道德或者其他的底线。所以，当你碰到他一旦触碰了你不该触碰的底线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的严肃，啊。所以我觉得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多自己带孩子，他是不一样的。那咱继续看，来。你们好了吗？咋样？不咋样。不咋样，真不咋样。哎，被骂了。对。
没事，你们有服务体验设计大神。对，这边有专业的呀。没错，一样。我刚刚问了一下肖老师，他说我们在听痛点。我说那不是跟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吗？而且他们是一个人在做，他们会搞砸，他们一个人在做。说错，哎呀，这副德行，感觉他们这一次整个竞争的那个意识都增强了很多，增强很多。我们组这是，我来先介绍一下吧。对，然后我是那个组长，这次组长司君毅。我们整体这次的一个设计方案呈现是由我们的教室来做。来吧。首先，这个是一个顾客的视角，是一个在工作日吃午饭的白领。我们看到白玉兰广场我们主要的一个吸引的客群还是它的这个右侧的这一栋写字楼的这个客群。那我们在线下可以布置更多的一个广告的位，尤其是在这个写字楼跟商场衔接的位置，告诉大家楼下已经开了老乡鸡了。好，然后我们在店内呢，发现现在设置的这个洗手台呢，其实并不在顾客排队的一个动线上面。那么我们希望首先的一个动作是可以在这个进门的这个1号柱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可以向里侧去挂一个免洗的洗手液。那么在排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柱子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入口的一个分区，排队入口的分区。我们想可能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摆一些绿植的装饰，去把这个开口进行一个封闭，然后在柱子上可以形成一些符合我们视觉传达风格的一个提示，引导大家在右侧去排队，去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排队的一个路径。那么在后面这个结账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发现了结账机之间的距离是比较小的。那我们想说做这样一个改进，就是我们去斜45度，去垂直的面向顾客视角来结账，同时这样斜放的摆放呢，也可以让这个服务的人员有一个身位可以去站着，同时不会影响其他顾客的一个走出结账区的这样一个过程。小伙子挺能说啊，挺好的啊，不好吗？感觉他们这组方案更具体点。就只有这些内容。我听着挺好的呀。那我提几点啊。第一个呢是咱们这个方案里面体验的这个设计，在延续什么主轴？依据什么？老师们好难猜呀！我的天哪！第二个呢是现在做的这个方案，我感觉这个像是在修正补丁，就是打补丁的状态，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体验概念。被 diss 了。说好的要给顾客传递的在哪？概念的不明确。是断章了吗？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这样，就是4位在整体的这个 PPT 的方案里，真的是以顾客视角来找到你们的这个爆点在哪，可以造成我们顾客主动愿意分享，而推荐或者是传播，或者是引发他的复购，选我不选别人，或者是多选我的这种决策在哪？致命提问，杀人诛心。各位，你们是设计师，是体验设计师，不是装修公司或者说工程设计师的补救者。今天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就是在装修公司没有考虑到的工作，你们做了。这话说的有点重哦，焦老师没面子了，专业被打脸了，这个太难受了。本身你们自己的优势点，还有就是你们的鬼马都没有用上。我是考虑到整个方案的一个主题缺失和核心价值的关联性，我只能够给到50分。啊？
比上一组还低啊！会不会是因为期待值也很高的原因？我给他的分数是55分，都没及格哎。我觉得大家肯定都受打击了，但是没有人比焦老师受的打击大，就是在你的专业上被打脸。焦老师备受期待啊，这个。而且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焦老师一个人在做这个方案，对，也就是导致了他这个方案非常的窄，只从他自己，而且因为焦老师是这个专业，所以他有非常多的细节可以来挖，他就缺少了一种大局观来看待整件事情。这个其实跟上一组也有点像。就像老师刚刚讲的，打补丁的这个感觉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没有人要听你说我要在这里再放一个洗手台的那种建议。然后我再放一个什么免洗洗手液，感觉刚刚那领导已经，对，是的。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我们一起讲一下吧，外面。我们就在这儿讨论吧。因为他讲那个大营销那个逻辑，那个我觉得是有一些思考的。我的意思大营销，现在能不能讲话都口语化一点？跟我一个思想，我从刚才开始一直就听不懂了，很难理解，我也听不懂。它咋样的呢？就是说，它底层有个营销的逻辑，就是你今天比如说都是这些白领，你从一开始你怎么到我们这个白领的社群里边，然后你看到是个什么样的优惠券，然后你最后经历这个服务之后，你会在那几个峰值点做什么样的分享的动作？比如说，如果它真的是个拍照打卡点，你拍个照片之后，你可能要分享什么井号黄土地啥，就这些是我们要去想的，就是怎么把它这个体验的峰值制造出来的好给它接住，然后变成传播，就是这个意思。你看我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就很好，这就是大营销。Love didn't meet her at her best, it met her in her Hermes。哇，这很厉害啊！这个我是不是？真好。混沌是有人爱坚持爱你清醒后跟，你就是你就会这个就是就看看人家做的东西，然后再想想我们刚才的表现，我就觉得这是双关嘛，就是对。那这得有多大的文学功底去做这件事情？是这样。之前也讲过，就是我其实我想问个问题，你平时在学校学的就是这些吗？还是？你到底学啥？对啊，你为什么你不知道？你到底学啥？对啊，你为什么你不知道？这。姜老师，你学的是？我天哪，开始不服了。我这么信任你，你为什么不知道？最可怕的，他们仨真心认真的在问。天哪！是这样，就是有两种，就是我们一般在做一种情况的案子的时候，客户已经有一个比较基准的体验的流程，这个时候帮他们去找很多的里面的痛点，解决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但是他们现在想要的是对于这个主题店怎么能够变得特别，对，所以这个东西又变成另外一种，这个就是 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我要去做一个新的东西，去把原来那个东西给突破掉。学的就这些啊？我觉得确实有一些缺失的是，我们需要去串黄土地这个概念。其实刚刚的音乐的怼我也挺没有想到的，音乐就只给，而且感觉一下把那俩人的心里话也都说出来了。你就学了这，我们那么相信你。我觉得其实小焦他的反应很真实，他当时还是要为自己说一下话的，因为其实站在他角度，我觉得他蛮冤的。我没有让你们那么信服我，我没有说我一定是对的，你们把所有的压力都给了我，做的比任何人都多的工作，但现在结果不好，你们问我你学的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会很不舒服，然后但是就还是团队合作吧，大家一起努力，这个事情还是不能这样归因。他刚才很伤的是，他们无比真诚的问，都不是说怼他，所以就是笑着问是能接受的，非常真诚。你学的什么？你们在学校就学这个吗？我就很真，就越这样真，你就会越觉得越伤人。对，有几把剑好痛。我倒是感觉什么呢？他学的也没错，他是一种什么呢？就是等于在岸上怎么游泳，真正要游泳很简单，推到里面去，他就学会了。西坎，如果有人当你面怼了你的专业怎么办？
那不行，那还是要 battle 一下。就是你为什么，就是你如果没有比我更加去了解这个东西，你并不是很了解，然后但你在痛怼我的话，我会很难受的。那要是他怼的这是对的呢？怼的是对的，那我就更难受。是这样。但他怼的是不对的，那给你来一下。好。我坐这。因为我想跟你明确一件事。第一个，作为一个团队的 leader，第一个你肯定要学会去把大家的目标拎到一起，不然的话，最后你会发现各想各的，最后想串到一起都很难。一定是把大家搂到一起，想办法怎么让大家在一起完成这个目标。4个人都已经代表团队赢，好吧？就这事儿啊，谢谢。他也没有那种笼统大局的能力。其实我们先明确主题呗，给它一个定义吧。黄土地嘛，就是有本土的意思，就是原生态这种东西，土是指这些东西，就是健康，就是原生态嘛。所以其实原本指的东西就是原生态、健康这些东西。那它跟农家乐的区别是什么？它就包含了农家乐，但他们现在能改成农家菜吗？你觉得？我上次说了，但没人去硬这个，就是跟我去讨论这部分。如果是一个就是来农民欢迎你到他家里来吃饭那种感觉，可以算是这个主题吗？也可以是。明天如果你要是服务员，你要把这段演出来，就是旁边就放着这个东西。他演就行了，他很能演。还有表演课。我再说一遍明天的流程，学姐要过来，在那里当做顾客，然后你要把这全套我们就都得演出来，所以我们要有人扮演那个服务员，然后所以有人把他给就这样就把这个。老李不想来一下吗？老李是店长角色。已经把队长给安排了，就是你明儿演服务员吧，直接安排队长。那你呢？我就是顾客之类的。凭什么你是顾客？就是进门的一个，然后我们再沿着这个思路再想一下其他的点咯。我之前在想的问题，但是我根本想不到。态度非常好。他们这有点没有思路哦。思君也不往前推进啊，他着急他也不推。其实我没有太 get 他后面有一些专有名词。我也是。什么叫无形的服务？我给你们点个点就懂了。我之前学产品思维的时候他讲过一个点，就是说，对，风中体验，就给你们讲风中体验。风中体验又是什么？当时我们的 case 是讲的是宜家。哎呦，初当老师了。你想想，你对宜家的印象是什么？就家居啊，就还蛮欢乐的。蛮欢乐的，你呢？很随便。OK， 欢乐跟随便，你们这两个词联想到一起，你们想到是什么？随便欢乐。是家 ，right？ 所以你知道宜家的宜家的峰值体验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一个又一个的小屋子，它装扮好的小屋子。你可能单看到一个沙发会觉得哦，就是个沙发；你看到一个镜子会觉得是镜子。但是当你走进它设计的每一个小空间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温馨。这是我想要拥有的家啊，对，这是我想要住进来的地方，这就是宜家的峰值体验。我戳起范儿了，戳，哎呦，戳到重点了。这个没有 pick 错，对，没有 pick 错，涅槃重生了，可以。为什么宜家的家居卖这么好？它是从什么地方去 trigger 到你说我要买这个东西呢？因为你想 be part of it， 你觉得这个镜子给了我这个感受，或这个床给了我这个感受，但是这个感受是这个床给你的吗？不是这个空间给你的。但是你会觉得我有了这个床，我就会有类似的体验，这就是它的峰值体验。这是他从他自己的那个专业旁征博引过来的。前面有说他自己做的是那个产品设计，所以他从产品设计引申到你自己的那个动线设计啊、服务设计啊，其实设计的理念还是通的。这个转变非常快。家具这个东西还是很贵的，你知道吗？可能我最后说我没买，比如说我今天的 budget 不够，有遗憾，就我们给了你最上头的感觉，但是你下来是怎么下来的？没关系，那我给你一个0.75的小冰激凌，一个小热狗，是不到1美金，你就可以。有一个很舒心的结尾，觉得没关系，我吃到了一个很开心的地，而不是空手而归。是，明白。对，这就是它的终止体验。对，
对，我们就是宜家，就像你去一个家具城，你可能只是为了买家具，但是你会说你想去逛宜家，就逛宜家，对，就用“逛”这个词。那可能去我们餐厅也不是说就是为了吃饭，你来逛我们餐厅。对，餐厅不能叫逛一下，可能要坐一会儿。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 brunch？因为 brunch 给你感觉你在 vacation， 你在 holiday 这种感觉，就是我跟我朋友去坐个10分钟，喝一杯啤酒这样子。很好哎。对。对，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给你们。可以，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吧。哎呦，被赞同了，非常认可他。我觉得我们找到精髓，对，可以。这一赞同他更不得了了，他。哎呦，好厉害！我觉得他们走上正轨了。我们可以出去，我们要不去院子里抱？走吧。抱什么？头脑风暴啊！什么？我先顺着我的思路说吧，我们的价值核心是农家菜，也是农家菜。我能不能做一个就是几个屏幕，我们就实时 live 的展示我们养鸡、我们种植的情况？这只是我目前能想到的一个点，但是还不够疯，不够疯，就是你懂吗？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很久以前羊肉串就是那个送一瓶内蒙古空气的那个店。对对对，是的，你看你就记住了他们。啊，所以空气是他们的一个记忆点，但不是峰值，我觉得是一个记忆点，只是一个记忆点。对，它不到峰值。我想要的风就是服务体验，就跟他们的那个 concept 一样。对我花快餐的钱，但我吃正餐，就是像我花快餐的钱，但我不享受正餐的服务。看到有一个调查，就是说他在吃饭的时候，就是用户体验很低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去取餐具的时候。要不就把餐具柜撤了吧。餐具柜撤了，哦，也就没有那个 bug 了，是吧？我知道了。我们可以把餐具放到收银台，然后你结完账的时候给客人餐具。对，卷好纸巾，然后连纸巾一起给他。但是还不够峰值，还不够疯。不够疯，不够疯。对他们一直在说不够疯，不够疯，不够疯。所以就是我们要围绕农家菜这个点来给到峰值体验。我甚至想说，要是不给什么土鸡蛋啊，什么就是这种，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就每个人走的时候带一个鸡蛋嘛。可以，就是就再发散一点。就我想说，来可以做一个游戏。我觉得你的爆点还蛮多的。给他一个蛋，然后180天后可以来领一碗鸡汤，因为我们的鸡是180天之后的鸡。但你拿这个蛋的同时，你是扫描某个东西，然后等于说你留在这个系统里，你180天之后，他会给你张优惠券还是什么？你拿着这个券，你来我们可以直接拿一个鸡汤，可以吗？哎，这个还不错，这个还不错，还不错，我也觉得还不错，这个还不错呀。对，而且这个是可以开业去做。他们开始互相优化自己别人的方案了，这样就整个团队讨论起来，讨论思考。对，这样子半年以后我们又有流量，我觉得这个真不错，我也觉得还不错呀。闭环了，闭环了，这样可以先记下来，够疯了，是 OK。你看看这个怎么样？哎，这个创意好啊，而且效果很棒。除了创意好，当然也要谢谢惠普的新14高性能轻薄本，机身轻薄，性能依旧保持强劲，能流畅运行各种设计软件，工作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是啊，而且它的高色域、全面屏能更真实的还原色彩，所以啊，即使以后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也不用担心色差问题。是不是燃起了你对学习设计的欲望？对啊。我们还没有开方案。哇，好累，是经常会这样掂量好奇。柱子怎么说 ？Pillar。Pillar，P-I-L-L-A-R。不是，我说柱子怎么搞？柱子怎么说？柱子，医生怎么说 ？Doctor。不，我问医生怎么跟你说的？我们之间是不是没有默契了？你觉得这个如果作为那个豆苗的形式，这个就是感觉农家也不农家，艺术也不艺术，就是。哎，这个餐厅布置的很有 feel 哎。对。但是这个贴图是不是？我们已经局限了玻璃，除非你在玻璃。对不起。哎，你说在我们餐车上搞这种东西好不好？可以，但没必要。但是你搞英文 for what？那搞拼音吗？捞香鸡。捞香鸡。为什么不直接搞字呢？为什么不直接拼只鸡出来呢？啊？你这对于艺术加工来说有点难吧？
我真的不知道化妆店要找什么。这服务你对象，不是你服务的对象。张浩宇，你需要啥那个物料吗？都写在那里边了。我的东西都在里面。可以啊。我下线了。我也想下线了，我没有精力做。拼接的呢？什么叫拼接？拼接立体的物品行吗？就是牌子。你要不休息一会儿，我感觉你脸色不太好。我们要不现在回去吧，就该休息的人休息。我觉得也是。真的好辛苦。洗脸，洗脸。精致男孩还都擦脸呢。高宇，你先做，然后做完了你有什么要我们三个处理。然后如果说有那种比较琐碎的找证据之类的，好，我也可以，你就直接到时候就人脸。好的，加油，再来。楚楚这次真的加班最后，楚楚很拼，队长的担当，也不插兜了，也不嚼口香糖了，也不嚼口香糖。对，这期的楚楚太棒了，看看，有眼光。楚楚在做道具，真好哎。哎呀，求生欲，涅槃重生哇！满满求生欲。第一次当队长不能输，他也不能再有铜牌了呀，他2个了，对，走了，这个时刻危险。生活自然会给你压力，让你成长。哎，好可爱的搞一个小甜筒，有点蔬菜甜筒的，画的不错。这还是我知道的那个戳戳吗？他们说，就动物还有人，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会很放松，所以就是比如当你很紧张的时候，你就吃东西。是啊，焦虑啊。焦虑对，所以说很多时候你很紧张，你紧张的时候你就吃个口香糖。哦。因为你多巴胺分泌，你吃到好吃的东西，多巴胺就会分泌旺，你就会好一些。那你最近焦不焦虑？我再焦虑我也不能吃，我越吃越焦虑。对。我的角色需要，我就再焦虑我也得忍住不然更焦虑，第2天后悔。我觉得我们少一个东西，就是产品本身，这是重点。对，是啊，然后累计吃3天，然后你自己现在播撒出那个绿豆苗的那个种子，你的绿豆苗成熟了，你可以来我们店吃饭，我免费给你做到绿豆苗的菜送给你。我是觉得这个方案执行度太低了。我们现在理一下，就是我们明天要展现的东西吧。我觉得现在大家有点就是聊偏了，你知道吧？明天主要抓住这个魂，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你就当他是你对待家人一样，就是你就是来回家吃饭，就是 anything 他怎么样，你都是跟你家人吧。哎呀，也 OK， 我觉得我们都偏了，我们没有分工，大家都在讨论这些什么主题什么的。我们在浪费时间，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定这个方向，如果这个都 align， 我们现在今天就定这个方向就够。那你先告诉我，你明天你的物料外台你发什么东西？因为我现在没有主题，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东西。我们没有订回家，所以我们还没有定发，是不是？你还得定了 Gatsby， 我现在就让他做了3个木箱子，还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我有24小时的，你就不要担心能不能做出来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所以我们要定个现在只 theme。发给那个公司，只发了3个木箱。对，因为其他东西都没有办法用，但是你不用担心。打印那些呢？那个都有24小时的 vendor， 就别问了，我就可以给你弄出来，你要什么都可以给你弄出来。烦啊！但是再好的效果，那天是没有办法还原一个软装的效果的，他们要看的服务体验。所以明天别人就是拿着一堆树啊、草啊什么进去，然后我们啥也没有。我告诉你，我们会有东西。你这个家出来之后，我们先把3个定了，我就马上去做这个东西，我就发给他，他2个小时就能给我弄出来，可以不用担心吗？他
们老是在围绕一些没用的话题聊半天，没抓重点，缺少的是一个领导力。这边想想，那边想想。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为一个 backup plan 怎么想？因为我们希望有个中心思想，然后去散发。因为没有中心思想的话，就真的就只黄土地，真的。不要纠结这个事情，快点。但他如果没有任何物料，我们会有。我有他，我可多少遍了，我有物料。好凶啊你！这很像男女吵架，最后的点不在乎你说了什么，你凶就不对。你为什么凶我？根本不用说话。哎呀，不行了，我也是。队长，要带领一下我们了。好的，好的。他们终于想起来他是队长了，现在要问队长了。队长，你要带领一下我们。哎，感觉音乐这次没有什么自己的展现啊。音乐这一期的高光就是你就学的是这些吗？这是他这期的高光。那么以回家这个点开始散发嘛，就一定要找出3个特别大亮点。基于我们刚才之前那几个亮点，你们觉得有什么地方可以结合的吗？送苹果和牙签，送水果，然后送青菜那个，我觉得都 OK。把最好的给你，那我们能不能把所有的青菜，就是把最好的部分给他们？突然想到了，我们可以模仿后面屈臣氏的那个，因为一开始屈臣氏不是因为很烦嘛，那个导购被很多人诟病，分了2种篮子，一种是我需要介绍的颜色，一种是不要打扰我的颜色。给我介绍菜品，然后是我知道我自己要吃什么。其实他们是鼓励插队的，就是在我打工的过程中，就是如果中间有人被卡住的话，他会喊服务员去说，哎，你后面的人就是可以不要这个菜的话，可以往上来一点。